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女士剪发教学。在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哦，它的长度呢现在比较长了，到肩膀的位置，它非常的容易翘，有一个过渡期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它长度做修剪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哦，它现在长度呢是在肩膀下面的位置。那顶部区的层次啊，来我们拉起来看一下，它放下来的位置啊，大概在肩膀的位置，所以你看到这有4指的落差。那这种层次的落差就会让这边是容易毛、容易翘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帮它做了发型设计呢，就是帮它剪一个肩膀以上的包脖发型，让它整理的时候可以自然的内弯的效果。好，那确认长度之后啊，我们再来看模特的发况，它是有一点自然卷搓印发的，所以你会觉得它蓬蓬毛毛的。那蓬蓬毛毛的话，我们在层次设定就要以中低层次为主，所以我们在分区上啊，采用顶部区一个区域的分区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区域这样划分就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取第二个区域，第二个区域就是中层次，让它头发会蓬，但是又不要会翘的一个长度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太阳穴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顶部区、中部跟底部3个区域都划分出来了。那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先决定长度。决定长度的话，包脖有一个概念，后短前长，后面一定比较短。前面比较长，这样它可以制造出这一个弧形下来做修饰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先设定后面跟前面的导线，再做连接。在修剪之前，我们要先把头发稍微喷上一点水。好，喷湿完之后呢，我们第一刀会从后面确定后颈部的长度，第二部分会把侧面抓在我们要的下巴的位置、肩膀上的位置，再做连接。那我先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在剪的时候啊，我们先做一个直立分线，顺着两侧这样梳下来，然后把多余的长度都先往旁边拨。好，我们分完之后呢，如果你比较不会分线的同学，可以拿出这一种夹子，把两侧的头发先固定起来，这样它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剪法了。那我们在剪的时候啊，我今天使用的是钢夫的6寸刀，它的利落度会比较好。然后一般剪法啊，我建议大家用的都是这一种剪发专用的剪发刀，它在切头发的效果啊会非常的锐利，所以在剪的时候手一定要小心，不然很容易流血。我们在剪第一层的时候啊，先请模特头往前低一点，把这个颈背的弧度露出来。那我们直接无张力的把头发抬起来，然后梳子放进去，梳顺，然后放在它颈背的位置哦，脖子、肩膀这个交接点做下刀。如果你是用一般的剪发刀的话，你可以很快速的去把头发去掉，并且非常的精准。这样放下来，然后因为你在抬的时候，它一定有一点层次，那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小电剪去把它再切掉。好，现在这样第一层的长度就出来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从这里确定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剪侧面下巴这个长度的位置。好，侧面这里呢，我们分到耳朵后面的位置，我们先找到耳朵后面，这样分一片下来，不管它头发多少，至少有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。然后手指头往下抓到它下巴位置。再往下带一点点，然后做平剪，这样平剪把长度确定出来，然后再转回来到它肩膀侧面的站位，梳下来，然后手往内弯下去，你会看到多出一节头发，那我们把这一节去掉。好，这样正面的长度就完成了。2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们先往前平的修饰，确定长度。确定长度完之后呢，到侧面去接顺，把它的轮廓修回来。然后第3个步骤呢，就是把侧面跟后面做一个连接的效果。那怎么连接呢？
直接水平连接。那在连接的过程呢，可以请模特的头倒另外一个方向，脖子往侧面这样倒过去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块颈背的位置露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两边的标准线都出来了，我们只要水平的连接过去就好。那我建议大家从前面连接到后面，从前面连接到后面的位置。好，都连接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把一些细节修一下，就是用手这样去提拉。好，头低一点点，然后头往下的时候呢，有没有看到这里一些小细毛？我们再用小电剪把它修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一层的步骤就完成了。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啊，就是一支6寸的平剪跟一支小电剪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了。我们完成第一层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把第二层放下来，继续做剪裁。那第二层呢，制造的是它后头部的一个蓬度。因为我们亚洲人后脑勺这一块真的比较容易扁塌，那这一块的蓬度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用一个45度的层次修剪，那这样就可以去制造出它后脑勺蓬度以及一个内弯的效果。那我先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先做直立分线。直立分线完成之后呢，往外提拉出来，然后把发根的位置都要梳顺哦。好，提拉出来之后，我们把这里直接做去除。这里这样去除一个低层次，放下来之后呢，它会形成一个包覆感。来，下一片一样往外提拉45度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直接多一个点剪的动作，然后放下来，它就会这样包进去了哦，这一块。然后侧面这里比较稍微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在提拉的时候啊，这一块是梳到耳朵上面的位置。那这个时候，因为耳朵这边的长度跟下摆长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不要再去做提拉，因为这样提拉这里一定会缺角。耳朵这一片比较重要，你需要的是在它肩膀的位置梳下来，放到它肩膀的位置，直接做点剪的动作。这个转折是比较重要的哦。如果剪包脖剪得好不好，很多人会把这一片一起提拉上来，这样去剪的话，它这一块的角度就会被去掉。你到侧面的位置呢，直接往下提拉，放在肩膀上面的位置，直接做修剪，把长度去除出来。我们后面的长度是45度角度，到肩膀上面耳朵这里的位置都是直接平的做修剪，这样第二层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第3层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第1层、第2层都完成了，接下来完成顶部第3层的位置。第1层是做长度设定，第2层是做蓬度的调整，第3层就是我们常说的顶部的动感区。顶部就是像诺曼这样的蓬度，怎么去把它处理出来？我们都知道顶部非常容易塌，所以你在顶部区再做一个低层次做修剪，它的重量一样会太重。那顶部区的动感区该怎么做呢？我们要先看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每一个模特儿头顶的位置会不会太容易塌？像这模特儿，它顶部基本上是平的。那我们在顶部的修剪，建议大家基本上提拉在90度的位置，就是两侧90度的角度，这样去修剪，它上面就会有一个自然的蓬度，效果是最好的。所以如果你有头部扁塌的问题，就可以很适合这个技巧。那我一样示范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从后部区、后脑勺的区域抓第一片头发起来。那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就不用抓到发髻下面了，我们只要抓到中段就好了。中段是哪里？就是我们整个头型的一半的位置。那抓到之后呢，往后提拉90度，提拉出来，直接把这个角度去除。然后去除有一个重点哦，就是我们下刀刀口的位置。我们下刀的话，不要由上下刀，由下这样做修剪的动作，下切的动作。下切啊，会制造出切口往内，切口往内会顺着往下走。那如果你想要让它发尾再柔和一点，一样由下往上做深点剪的切口动作。这样就可以让它发尾末梢更加柔和。这样我们第一片就完成了，接下来做第2片，一样的动作，顶部区的动作都是一样的，放射状去做修剪，由下往上做切口，然后切完之后呢，再做个深点剪的动作，然后放射性顺着我们的头型去做站位跟修剪，拿出来修剪。
到侧部的话，如果我们希望去修饰我们的颧骨的位置，让它有一个弧形去做修饰，我们到耳朵侧面往前提拉，你会看到有一些多余的长度，我们直接把它去除。我们侧面就可以制造出一个弧形内弯的效果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教大家自然卷头发该如何做调亮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所有的长度都完成了，那接下来最重要就是调亮。调亮的话，并不是要把它头发特意去打薄，而是让头发动感可以更好一点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不用打薄剪了，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6寸的弯刀。弯刀的话，前端头是有一点微微的往上弯的。之前我有分享过滑剪或弯刀的技巧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实际运用在真人的头发上。现在他头发啊，其实下摆区还是比较厚重的，所以我们需要调整一些线条，让它往内弧度弯进去，让制造出它的后脑勺更立体的蓬松感。那我们先让它侧面看一下，它后面它有一个基本的包覆了，但是我希望啊，它后头部的蓬度更立体一点。那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先从耳朵侧面分一区，好，把它夹起来。好。到侧面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直立分线，然后弯刀刀头朝自己的弧度，这样去做一个往外滑动，由下往上滑动的效果。来，下一片，直立梳起来，刀头是朝自己的哦，由下往上，这样去调整。这样的调整呢，会制造出下面短、上面长，它就会这样包覆蓬起来的效果。然后到耳朵侧面这里都要做调整，所以我们在挑选剪刀的时候啊，弯刀最重要就是前端这个刀头一定要够锋利，这样它可以很轻松的滑动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上面放下来，然后再把顶部区这个位置划分起来，我们要调中层的位置了。中层的话一样从后面调到侧面，拉起来，由下往上做调整。每一片调3到4下就好了哦。再看一次哦，拉起来，1、2、3、4，每一下的位置大概都是1个手指节的宽度。好，那我们调亮的话，它只是在内层跟中层这样的处理就可以了。顶部区不需要动它，因为顶部区我们有剪层次，如果再剪的话，太容易太虚，会很容易飞起来。所以接下来我把整个头发吹干，给大家看看效果。好，那我们剪发到这边就完成了，这是整个吹干完的效果。顶部区啊，我帮它稍微吹了一个蓬度，用手这样抓着吹风机稍微带过，它这样蓬度就会非常的立体出来了。那两侧呢，我用圆梳把它稍微做一点吹弯的动作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的感觉。这个剪裁啊，我们从后部看啊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层次落点会刚好在这个蓬度上的位置。然后下摆这边容易翘的地方就被我们修剪掉了，它就会顺势的这样包覆进去。所以这个呢，基本上只要吹干，它就可以完成这样的造型。那我今天再重复一下剪裁重点哦。来，我们今天分3个区域，从顶部区域到太阳穴第2区到下摆层以上3个区域，从后面的长度做设定，再来下巴这里长度做设定，然后做连接，这样第1层就完成了。第2层45度提拉。比较重要是两侧必须在肩膀的位置做修剪，避免它多一个角度。然后第3个重点在顶部区，我们提高到90度的位置做提拉，因为这样可以制造出它上面动感区蓬度的效果。最后就是线条调整，我们今天拿出弯刀。刀头由下往上去做调整，让它弧度更自然、更柔和。今天这个造型，以上3个步骤就完成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内弯包脖的发型教学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上面附上我 IGFB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私讯或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分享到结束了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